我叫秦业，是一个存活了1万年的长生者。1000万年前，我随手种下的一棵树，如今成了威震9天10地的两间地。500年前，我养了一条小锦鲤，也以越过龙门，成了一统四海的龙皇。就连我当年一时心软收养小女孩，也成了镇压万古、睥睨天下的绝代武帝。长生真是寂寞如雪啊！如今，唯一能让我有兴趣的，只有那虚无缥缈、如我一般可永世不灭的仙了。算算时间，那条成仙路也该开启了。那是唯一能找到仙的地方。不过在此之前，需先取回我在人间留下的几样东西。不过我这次出事，可不能让那些沉睡的老东西知道。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只不过，先去哪里好？对，先去9剑那小子的万剑门吧。才过了5万年而已，怎么就破败成这样了？哟，新来的，参加弟子考核的，到那边排队去，别在这挡路。我不用排队。不用排队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宗主的亲儿子吗？赶紧过去，不然别怪我把你轰下山。看来得拿点什么信物出来才行啊。信物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万剑宗的规矩，你拿什么都没用。是吗？只不过要拿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不行，太高调了，这个也不行，会吓死他们。在哪儿呢？我记得放这儿了。找到了，万剑令，可算是找到你了。这小子不仅不排队，现在居然还拿出一把破剑，还站着干什么？赶紧排队去！再捣乱，我把你扔下山！等下会有人来接我。啊？接你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还拿着一把生锈的铁剑，你不会把它当成什么信物了吧？不可能！传说中的万剑令是神兵利器，怎么可能会是这种破铜烂铁？我看他是脑子坏了。连万剑宗的万剑令都不认识了，看来万剑宗真是没入到骨子里。这道剑气，这股剑意气息，是祖师的万剑令。怎么回事？祖师的万剑令不是早就丢失了？怎么会出现？走，去看看。好啊，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啊，拜见宗主、副宗主。这
位可以允你。什么？啊！宗主，你疯了！圣子之位岂能如此儿戏，交给一个来路不明的凡人？张正，你忘了祖训吗？我当然记得，凡持万剑令者，便是万剑宗的希望。可我们还有别的希望吗？天剑圣地步步紧逼，我宗的灵矿和地盘被蚕食殆尽，再这样下去，不出100年，万剑宗就将不复存在。既然祖师留下遗训，我们不如就照此放手一搏，说不定他真的是我们最后的希望。罢了。到司机，宗主既已下令，从今日起，秦业便是我万剑宗当代圣子。所有新入门弟子，随我前往圣地广场拜见祖师。此乃我万剑宗开山祖师九剑仙祖的雕像，所有弟子跪拜。岁月如刀斩天骄，即使强大如你，如今也湮灭在时间长河中了。长生真是寂寞如雪啊！秦业，你既为我宗圣子，为何不拜祖师？大逆不道，得了圣子之位，竟敢不敬祖师，太嚣张了！宗主和副宗主定会治他的罪。我怕他承受不起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大逆不道！你可知，此雕像乃是我宗开山祖师九剑仙祖的香火雕像。祖师爷当年为人族立下赫赫战功，斩孽龙，妖圣，平定黑暗动乱。我人族感念其功绩，才自发为其塑造。那更是蕴含祖师爷一缕真灵，岂容你再次放肆！没错，快给祖师爷跪下！宗主，此等狂徒不配当我宗圣子。跪拜？你们确定要我拜吗？我说过，他受不住的。秦业，你如今已是我宗圣子，当为所有弟子表率。更何况你手持万剑令，承受了祖师恩泽，理应跪拜祖师，以示敬意。好，既然你们说这雕像里有九剑的一缕真理，那我今日便随了你们的心意。我倒要看看九剑这小子敢不敢受我一拜。九剑，吾今入你宗，来拜你了。不可！这祖师爷的雕像怎么会？错不了，这气息，这是祖师爷的真灵化身。祖师爷真灵显圣了，可是为什么会是这样？雕像碎了，祖师爷的真灵好像很害怕那个秦业。我说了，他受不住我一拜。相反，我来此地，他要拜我。什么？你让祖师爷拜你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竟敢如此狂妄！不对，张正，你看，祖师竟然跪了。祖师遗训说，持令者是宗门希望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此人身份，怕是通天了。怎么可能？祖师爷竟然向他下跪！我刚才居然还想对他动手。算你小子还算识相，没有真的受我一拜。不过，你自毁香火雕像，断了信众香火，
你这最后一缕真灵，怕是也要消散了。罢了，念在相识一场，我再祝你一次。前辈恕罪，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前辈，请前辈责罚。晚辈谢谦，恳请前辈原谅我等无知之罪。无知者无罪，起来吧。不知前辈大驾光临我万剑宗，有何指示？带我去万剑殿吧。万剑宗为何会没落至此？唉，回前辈，说来惭愧，4万年前，万剑宗余下的天剑锋突然叛离，自立门户，他们带走了宗门近7成的典籍和底蕴。如今，那天剑锋已是东荒赫赫有名的天剑圣地，而我们，唉。我记得当年谢峰那小子创立万剑宗，开辟出天、地、玄、王、人、主6大剑锋，气吞山河。如今一看，竟只剩下这孤零零的主峰了吗？前辈，您连谢峰祖师都知道，当真是沧海桑田。这老狐仙竟然还在这里。前辈，这把断剑，弟子也不知他在此处多久了，只知道他一直都在，因其残破，也无人问津。无人问津？你们万剑宗当真是有眼无珠到了极点。你可知此为何物？前辈，这究竟是何物啊？此剑乃你们开宗祖师爷万剑大帝的随身帝兵，名曰短月。什么？帝兵？这竟然是开宗祖师的随身帝兵！我万剑宗竟将如此神器埋没于此，蒙尘数万年，弟子有罪呀！不必自责，神兵有灵，若他想自会，别说你，就是大帝亲至也未必能认出。你等认不出，也非尔等之过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前辈开解。不过此剑虽好，却并非你我此前要取之物。将万剑空间打开，我的东西在里面。这怎么了？回禀前辈，并非弟子不愿，实乃是打不开呀。自从4万年前谢峰祖师消失之后，这万剑空间便彻底封死，再也无人能够开启，否则我万剑宗的传承也不会断绝至此，沦落到这般田地。无妨，既然你打不开，那我来便是。宗主不好了！天剑圣地的人，他们又来了！什么？他们还敢来？欺人太甚！怎么回事？前辈有所不知，那从我宗门叛离出去的天剑圣地狼死野心，每逢我万剑宗10年一度开山收徒之日，他们便会派人前来，当着我宗所有人的面，用重力抢夺我们好不容易招来的天才弟子。
我宗资源贫瘠，根本无法与他们抗衡。长此以往，新收的弟子中，但凡有些天资的，全都被他们拐走了。这是要断我万剑宗的根啊！现在我是万剑宗的圣子，这些新弟子关乎我宗未来的气运，岂能袖手旁观？哼！走，随我出去看看，我倒要瞧瞧，谁敢在我面前抢我万剑宗的人！吾乃天剑圣地六长老徐长风，以尔等资质加入如今的万剑宗，简直是自毁前程。万剑宗能给你们的资源，我天剑圣地只会给的更多更好。而且万剑宗现在不过是一个上品宗门而已，而我天剑圣地乃是东荒圣地，只要加入，尔等便拥有圣地弟子的身份，未来在东荒行走畅通无阻。竟然是天剑圣地！虽说我梦寐以求的宗门是万剑宗，可天剑圣地是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梦啊！是啊，圣地弟子，这身份说出去，谁不羡慕？徐老六，你又来我万剑宗撬弟子，你天剑圣地不会自己招人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谢前宗主，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这不是撬，是给这些好苗子一条光明的出路。良禽择木而栖，他们就算留在你们万剑宗，也不过是浪费天赋罢了。你放屁！哼，难道不是吗？不说远的，就说300年前，你们万剑宗招收的那名仙体弟子，你们万剑宗给得起资源让他修炼吗？还有100年前那个玄灵圣体，最后不也是自愿退出万剑宗，加入了我们天剑圣地？我万剑宗每隔10年，基本都有好苗子出现，可是宗门资源太少了，根本留不住啊！哦，又发现好苗子了，这位应该就是你新收的弟子吧？根骨不凡，神体自成，天赋无与伦比。年轻人，待在那没落的万剑宗，只会埋没你的天赋。不若弃暗投明，加入我天剑圣地，本长老可做主，直接收你为亲传弟子，圣地的所有资源都将向你倾斜。啊！天剑圣地的亲传弟子，这可是东荒我等弟子最高级别的身份了。这位师兄是走了什么运啊？这要是我肯定拒绝不了。小小的天剑峰，什么档次？也配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哈哈哈哈！说你天剑峰不配，你没有听清？年轻人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留在这万剑宗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秦叶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你解释？滚出去！好，自以为拥有神体就目空一切，老夫今日就教训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。徐老六，你敢出手，老夫与你不死不休！你退下吧，好多年没活动筋骨了，让我看看他的实力。秦叶，此人乃是天剑圣地的六长老，一身实力不可小觑，早就300年前踏入圣人境。玄幻世界，修为从低到高，分为苦海、神桥。
化龙圣人，而圣人已经属于世间顶级强者了。这位前辈真的是他的对手吗？一个小小的圣人境罢了，我活了无数年，手上捏死的圣人境比你吃过的盐都多。哈哈哈哈！小小的圣人境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这就是圣人的威压吗？我感觉呼吸都困难了。在我眼里，的确算不得上。还未成长起来，就如此嚣张！今日吾让你知晓何为圣人强者！即便是九天剑帝在我面前也不敢拔剑，你竟敢出剑！剑来！发生什么了？怎么感觉我们宗门都在颤抖？啊？什么？万剑归宗，这是传说中只有开派祖师才能施展的无上剑道。他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是万剑宗的护身剑阵，你怎么可能操控？聒噪！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剑气？你不能杀我！我乃天剑圣地六长老，你若动我，天剑圣地绝不会放过你和万剑宗。天剑圣地，5万年前，你们开山老祖天剑老人见我也要躬身行礼，称我一声前辈。你又算什么东西？天剑老人，那不是传说中早已飞升的仙境大能吗？你胡说八道！祖师爷他念在你修行不易，死罪可免。算你识相！无罪难逃，滚回天剑圣地，告诉你们圣主，来万剑宗，跪在万剑宗的石剑下赎罪，否则天剑圣地灭！你废了我的修为，你好狠呐！再不滚，废的就不是你的修为了。还不来人，赶紧带我离开这里！我等有眼无珠，之前竟还妄想他逃，我等誓死追随万剑宗，誓死追随秦师兄。我等誓死追随万剑宗，誓死追随秦师兄。晚辈谢谦，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前辈驾临，多有怠慢，还望前辈恕罪。宗主不必多礼，我既已拜入万剑宗，便是万剑宗弟，传我秦业即可。圣主，诸位师兄，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！老六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你的修为。六师弟，你不是去万剑宗收取新弟子吗？怎会落得如此境地？是谁干的？说出来！竟敢伤我天剑圣地的人，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是万剑宗，是万剑宗以下犯上，他们不知道从哪里请来了一个狂妄之徒，非但不肯交出弟子，还偷袭于我，废掉了我的修为。一个区万剑宗，就算有外援，怎敢如此？那狂徒不仅实力诡异，更是嚣张至极。他竟敢直呼我派祖师天剑老人的名讳，言语间尽是轻蔑。他还说，哼，那还说了什么？做一字不漏的说出来。他说让圣主您去万剑宗山门下的那柄破石剑前跪下赎罪，否则就要灭了我天剑圣地满门。什么？庶子狂妄！好大的胆子！圣主，请允许我即刻前往万剑宗，定要将那狂徒生擒回来，让他跪在您的面前求饶。好大的胆子！没错，必须让他知道羞辱我天际圣地的下场。圣主，诸位师兄，此子虽然狂妄，但身上似乎有一个天大的秘密。我亲眼所见，他会用早已失传的无上剑道神通万剑归宗。什么？万剑归宗？那不是传说中伴随祖师爷佩剑一同遗失的至高剑典吗？你确定是万剑归宗？千真万确，万剑齐飞，如臂使指，那等神威绝不会错。万剑宗宗主谢千和所有弟子都亲眼所见。万剑归宗，有意思，真是有意思。哼，他不是想让本座去吗？好，那本座便亲自走一趟，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是何方神圣，也顺便将本该属于我天剑圣地的无上神通亲手拿回来。你有什么想问的，直说便是。前辈洞察秋毫，晚辈斗胆一问，您为何会我派早已失传的至高神通万剑归宗？不是我会，而是这门神通本就是我的。当年我将此法传给了一个叫谢峰的小家伙，他便是你们万剑宗的开派祖师。祖师爷竟是前辈口中的小家伙，您竟然是我派祖师的，那您的真实身份？我的身份你还无需知晓，知道的太多对你没有好处。是，晚辈僭越了。可是前辈，天剑圣地的徐长老被您重伤，以他们的行事风格，睚眦必报，恐怕我万剑宗大祸临头了呀！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一群蝼蚁罢了，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是，有前辈在，晚辈心安。方才为了对付那圣人境的蝼蚁，倒是浪费了些许时间。也罢，是时候打开这万剑空间了。这是天剑圣地的天剑真气，他们真的来了！这群苍蝇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也好，既然他们这么着急来送死，那本座就送他们一程。万剑宗宗主谢谦，滚出来受死！还有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，胆敢杀我圣地长老，今日定要你神魂俱灭！好强的威压！大师兄、二师兄，就是他！
就是这个小畜生废了我的修为。大师兄、二师兄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小畜生废了我的修为。啊！这世间还没有人能用手指指着我，再指。大胆狂徒，竟敢当着本座的面行凶！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放肆！老夫乃天剑圣地大长老，你这小畜生，速速跪下求饶，才将我天剑圣地的无上剑诀万剑归宗乖乖奉上，或可饶你一命。听到没有？否则死！别跟他废话了，大长老，直接搜魂，看那万剑归宗到底藏在何处。聒噪，张嘴！什么？这是虚空大手印，是100万年前虚空大帝的成名绝技。你怎么可能会？没想到还有人认得这门神通。100万年前倒是有个姓姬的小家伙，天天缠着我学掌法，可惜他天赋太笨，教了他几招皮毛，他自己回去瞎走，倒是悟出这么个虚空大手印，也算有点意思啊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和虚空大帝是什么关系？我是谁？你还没资格知道。我只问你，你们的天剑圣主呢？惹了本座，他没有亲自来负荆请罪吗？请罪？我天剑圣主乃是东荒至尊，何等人物？你万剑宗也配让他亲临？很好，既然他不懂规矩，不肯来，那你们就跪在这里等他来吧。让我们跪下？你以为会1、2门上古神通，就真当自己无敌于世了？狂妄！诸位师弟，布天剑阵，此次诡异，不必留手，杀！有时候，无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但对我出手，是你们此生做过最无知的事。圣子为什么还不出手？那贼这回要压下来了！完了，连人都打到脸上了，我这下死定了。这6人结成的天剑阵，乃是由6位化神境长老合力催动，威力无穷。就算是圣人王高手，也要小心应对。生死他，受死吧，无知小儿！斩了你，再搜你的魂，看你还如何嚣张！前辈，晚辈即将出山闯荡天下，还请前辈赐下一套护身剑阵，以壮声威。此乃七绝剑阵，7人合一，可攻可守。去吧。想用我创造的剑阵来对付我，不过这也不是第一次，已经忘记了是多少次。七绝剑阵不是这么用的。七绝剑阵，你怎么会我天剑圣地的无上绝学？这不可能！这阵法比圣主亲自施展的还要精妙。快说，你是从哪里偷学来的？偷学？这种级别的剑阵，在我手上没有1万，也有8000。区七绝剑阵，于我而已，多如牛毛。
信口雌黄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不过是用了什么妖法，侥幸胜了我们一招。我天剑圣地的无上绝学，岂是你这黄口小儿能创造的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尔等井底之蛙，连真正的七绝剑阵是什么都未见过，与你们多说无益。给我去跪着！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动不了了！我的修为，我的真元被彻底封印了，我感应不到一丝灵力。这是什么手段？是法则之力，现出法嘴。他到底是谁？他会七绝剑阵，刚刚又引动了万剑宗的护山大阵，那分明是传说中的万剑归宗的雏形，是非同小可，必须立刻禀报圣主。没错，若不禀报圣主，绝对会出大事。你说的对。算算时间，老六他们也该带着那小子的头颅回来了。哼，区区一个没落宗门，还能翻天不成？圣主，速来万剑宗！你是大长老，难道是万剑宗出事了？不行，我要去看看。废物！让你们来办事，你们跪在这里做什么？成何体统？是我让他们跪的，你也过去跪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大的口气，让吾跪下！放眼整个东荒，乃至这偌大的玄黄界，还没有人敢跟吾说这句话。无论你背后是谁，有何背景，你已有取死之道。死！我有过无数取死的念头，我曾走过7大生命禁区，只为寻死。我也曾毫无思维，屈本群落，想激怒龙神将我吞噬。我只手横推3000招，引100尊大帝围攻，可惜没有一个能取走我的性。死到底是什么感受？哼，不知所云，满口胡言。本座不管你是什么疯子，今日吾必让你求死不能。好啊，来吧，杀死！好，狂妄至极，那本座就成全你。玄天剑，出！怎么回事？他不敢伤我。为什么？这不可能！玄天剑乃上古神兵，有自己的剑灵，除了本座，无人能命令他。因为是我打造了它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此剑乃我天剑圣地开宗祖师天剑老人的佩剑，传承万古，怎么可能是你打造的？你所说的天剑老人，应该就是当年跟在谢峰身边的那个仆人剑一。没想到他的后辈竟然背叛了万剑宗，另立山头，还成了弃子。你敢直呼我祖师名讳，你找死！玄天剑，回来！怎么会这样？我在这里，他动不了，也不敢动。荒土！本座今日不用剑，一样杀你！给本座受死！皮肤撼树。看来你也没这个实力取走我的性命。
过去跪着。让吾跪下，你妄想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的手脚不听使唤了？这不可能！不对，他是想要让我跪下。不，我不跪，我乃天剑圣主，大圣境强者，威震八方，我死也不跪！圣主，您怎么也跪下了？这前辈究竟是何等实力？连半步准地强者的天剑圣主也不是一合之敌，竟能言出法随，命令他下跪。我万剑宗辉煌有望了！不用理他们，让他们跪着，走吧。解决了天剑圣地那几个苍蝇，这次应该没人打扰了吧？这是我万剑宗封印了数万年之久的万剑空间啊！竟然打开了！愣着干什么？进去。是，前辈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是老样子。进来了，我竟然真的进来了！列祖列宗，各代宗主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武山在这儿，还差4剑便可探一探成仙路了。谢宗主，我要在此闭关一段时间，无事不要打扰我。是。前辈，晚辈有重要的事告知。进来说话。前辈，昨日东荒异动，那万年一现的黄泉秘境开启了，前辈是否要去？没想到黄泉秘境这次开启了这么早，也罢，昔日种植的彼岸花应该开花了。好。前辈，你此去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归来，我万剑宗该如何是好？还请前辈指点。罢了，这些日子你伺候我有功。太古剑诀第1式裂地，太古剑诀第2式海天。太古剑诀，太古剑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万剑宗有救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久没来了，依旧没变。道友莫不是在说笑？这黄泉秘境万年才开启一次，听你的口气，似乎进去过。已经忘了进了多少次了。哈哈哈哈！吹吧，万年开启一次。你说你进过不少次，这话也不怕风大傻了舌头。
当我们是3岁小孩吗？开了，已经开了！冲啊！里面的机缘都是我的。怎么回事？前面为何有一条河挡路？我宗门古籍记载，此乃黄泉河。想要进入真正的秘境内部，首先要渡过这黄泉河，再踏过神魂坛，最后才能进入真正的机缘之地。的确如此。据说，若是能沿着这条河的源头一直走，可直接到达轮回之地。只是从未有人成功过。它还有另一个名字，叫忘川河。是水族圣子，他要渡河了。区区黄泉河也想拦我？看我用准地冰碧水珠直接渡过。忘川河弱水3000，可吞忘。别说准地冰，就是真正的地冰来了，也有叹息。分开了，河水真的分开了。不愧是准地冰，太强大了。哼，不过如此。啊，不，我的碧水珠！不，我的碧水珠！死了！水族圣子就这么死了？准地冰，连准地冰都被瞬间崩碎了，这河根本过不去。地冰在手，也无法渡过吗？我们该怎么办？诸位快看，是荒古世家的江神王出手了！是江神王，传说他已经活了8000年，实力深不可测，他一定有办法。那是江家的传世地冰太阳神炉，神王要用地冰横渡。江家的后人吗？老师，人族正在遭受劫难，我要下山扫平禁地。江家众人紧随吾身后。我也该渡河了。就你？你不是说进过很多次吗？让我看看你怎么渡河。这东西丢哪儿去了？找到了。接我的船，马上就到了。喂，那位兄台，你摇铃铛做什么？难不成还能摇来一条船接你过去？别摇你这破铃铛了，声音太难听了。哎，别理他了，哗众取宠的疯子吧！哎，你们看，瑶池圣女要渡河了。轮到我了。看我的！什么？啊！
又死了2个，只有瑶池圣女还在坚持。船真的有船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从未听说过网传河有引渡人。诸位，接我的船来了，先走一步了。道兄，你说真的呀？道兄，载我们一程啊！前辈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带我们过去吧，我愿献上所有宝物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里还是一成不变。花叶生生两无尽，相念相惜永相识。100万年成长，100万年开花，100万年成熟，历时300万年，总算是等到你了，彼岸花。住手！将此话留下。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天助我也！彼岸花，轮回之花，传说中的无上神药。彼岸花到手了。看来西莫雷音寺那枚舍利子也是时候去取了。小子，我让你住手，你没听见吗？立刻将彼岸花交出来！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让我交出彼岸花？看你身上这股腐朽的尸气，应该是赶尸宗的后辈吧？好胆！既然知道我赶尸宗的名号，就该明白违逆我的下场。现在跪下献出神药，我还能留你一具全尸。什么？谁得到了彼岸花，自己交出来，否则死！彼岸花是我的，谁敢私藏？你们都想要这彼岸花，难道不会自己种吗？不会自己种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彼岸花是你种的？荒谬！此等神物天生地养，夺天地之造化，岂是人力可以种植？黄口小儿，休要胡言乱语！将彼岸花交于本座，不会赐你一桩天大的机缘，保你一来平步青云。彼岸花就在我手上，如果你们想要抢，还是先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。太上长老，跟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黄徒废什么话？直接杀了他，夺取神物。你这小辈力气倒是挺重，800万年前，你们至尊殿的祖师爷识天地，也不敢这么和我说话。什么？识天地？那是只存在于古传说中的无上存在，至尊殿的开创者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疯话。最后一遍，将花交出来。哼，诸位何必与他多言？此子诡异，我们3人一同出手，先夺下彼岸花，再平分如何？老夫寿元将近，必须要得到这株彼岸花，谁挡我，谁就死。
看来你们是一心要抢我的花了。看在你是他们的后辈，我只好教训教训你们了。什么？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威压？刚才就你话多是吧？不要啊！我种下此花的时候，你们的祖宗还没出生，现在你们还要抢吗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此子的实力竟然恐怖如斯！不管你是谁，彼岸花乃是逆天神物，老夫寿元无多，无论如何，今日我都要得到。没错，他再强也只是一个人，我们3人联手，未必没有一战之力。诸位，一起动手！我给过你们机会了。住手！啊！蒋神王，你为何要插手此事？晚辈姜太玄参见前辈。敢问前辈，可是秦先生的后人？你认识我？我家始祖永恒大帝曾受先生指点，临终前留下这幅画像，嘱托后人世代供奉，言称若有朝一日得见先生，当行师徒之礼。画像中的人与先生一般无二。这怎么可能？蒋神王，就算他与你姜家有渊源，但这彼岸花关系我等大道，我们也要定了。你们敢？先生在此，请尔等放肆！你很不错，没有给你的祖宗丢脸，愿意为我出头。我看你本源受损，气血枯败，想来是受了大道之伤。也罢，今日便赐你一道机缘。多谢先生再造之恩。至于这几个跳梁小丑，我反手便可灭之，无需你出手。狂妄！不管你是谁，挡我道者，神佛亦杀之！给我死！当年我闲来无事，于尸魂谷传下一道粗浅的赶尸术。你们先祖得知，自以为悟出无上大道，于是另立一道，创下这赶尸宗。在我面前玩弄尸魁，我是你们的祖宗。报！庶子休要猖狂，看我至尊术！至尊术？石天地那块至尊骨还是我帮他开发的，此等雕虫小技也敢在我面前放光华？
前辈饶命啊！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晚辈该死。求前辈看在我家始祖太初大帝的份上，饶我一条狗命，我是他的后代呀！现在知道求饶了？先生，求您了，求您传我修炼功法吧，我愿为您做牛做马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你要死了，但念在你是太初的后代，饶你一命。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废你修为，你可认罚？晚辈认罚。一指便废了一尊圣人王强者。前辈，您到底是何等实力？此间事了，本座该离去了。你太初之人若是再敢横行霸道，下次定斩不饶。不敢了，前辈饶命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秦叶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连我一面都不见就想走了？这是黄泉之主。传说黄泉秘境有一尊深不可测的存在，他竟然还活着。这个老怪物还活着，跟圣地古籍记载的一模一样，一身红嫁衣，如同待嫁的新娘。几百万年前的老怪物，他出来干什么？秦叶，你给我站住！我操，走慢了。前辈，好像有人在叫你。有吗？本座并未听见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回前辈，听见了，听得真真切切，确实是有人在叫你。当初你在此地种下这株彼岸花，让我为你镇守此地数百万年，你说事成之后便会回来带我走。现在彼岸花你拿走，我呢？好你个秦叶，好一个负心汉！喂，你别瞎说，我要告你诽谤。300万年前，忘川河畔，彼岸花海，你帮我镇守此地300万年，待彼岸花开，我便回来带你离开。好，我等你来接我。我没有忘记。哼哼，没有忘记，没有忘记，你见了我就想跑。秦叶，你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。此番归来，确有要事在身，并非带你离开的时候。要事100万年，又100万年，整整300万年了。我不管，这一次无论你去哪儿，我都要跟着你。此番要去的地方是西漠大雷音寺，那里佛光普照，万邪辟疫。你乃黄泉之主，阴气极重，去了只会魂飞魄散。你不怕死的话，就跟来。果然，每次都用这种话来吓我。但在你离开的第一个100万年，我就已经做好准备了。100万年前，你第一次用这个借口的时候，我就在想对策了。我用100万年光阴集九幽阴气，炼制此伞，名为轮回，可隔绝天地万法，亦可阻挡那所谓的无上佛光。现在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带我走？罢了，你既然执意如此，那便随我一起走吧。这次我再也不许你一个人丢下我了。
到了，这里就是大雷音寺，你要是现在后悔，还来得及。我不，说好了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唉，那我们走吧。阿弥陀佛，二位施主，此乃佛门圣地，仙人不得入内。我记得当年释教出力，讲究普度众生，众生皆可入内听法，才短短几百万年过去，怎么就变得如此小气，旁人都不得入内了？短短几百万年，这位施主的口气好生狂妄，莫不是在说笑？我来此拿了万佛舍利便走，绝不耽误。什么？你敢觊觎我佛门圣物？小和尚，这儿没你的事，不想魂飞魄散，就赶紧上路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既然想要我佛圣物，那小僧就不阻拦了，请吧。真是狂妄无知，千百年来觊觎万佛舍利的强者不知凡几，但无一例外全都铩羽而归，甚至身陨于此。就让你去闯那万佛塔，看你如何收场。何人擅闯我佛门禁地万佛塔？我。施主可知万佛塔危险重重，百万年来入塔者无不灰飞烟灭，即便是大帝入内也难以走出。这又何妨？大帝走不出来，不代表我出不来。施主，贫道劝你还是回去吧。这是我佛如来的无上佛宝，你为何拥有？你不用问此物来处，我只问凭此物能否入这万佛塔。既然施主与我佛有缘，贫僧也不再阻拦，请。你在此地不要走动，稍等片刻，我去就回。好的，你小心。时隔万年，万佛塔的钟声又响了，不知道是哪个高人闯关。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有人闯万佛塔。历来进入万佛塔者，无一不皈依佛门，也不知此人有何本事。诸位施主，贫僧有礼了，也不知诸位来我大雷音寺是为何事？敬念老和尚，本座听到你大雷音寺的钟声便赶了过来，可否告知何人闯塔？一位年轻人，是我佛有缘之人。你这话说了跟没说一样。闯万佛塔可是万古盛事，老和尚，要不让我看看这年轻人实力如何？不敢给我们看，该不会是怕这万佛塔的不破金身被破了吧？依我看也是。也罢，既然诸位施主想看，那贫僧便让诸位看看我万佛塔众多佛子的无上佛法。18铜人，据说每一个都有着王者实力，若是结成阵法，可战圣人。我去，那18个铜人飞起来了！此子实力深不可测，怪不得敢闯万佛塔。第2层有佛门的72绝技留影，是大雷音寺历代高僧创下的神通，
若是撑不住，将会被打得灰飞烟灭。不是，我刚说完就结束了。此子恐怖如斯！短短片刻便直通5层，这是打破了万佛塔有史以来最快记录了。不过是前5层罢了，此关乃是我佛门万年一出佛子镇守，他过不去的。净念老和尚，你们大雷音寺的佛子撑不过3秒啊，怎会如此？我看这万佛塔也不过如此。和尚我也信。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颇具慧根，既然如此，贫僧便渡他入我佛门。施主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贫僧还未诵经，塔门还未关闭，你尚有回头之路。我心已决，无需劝我。让我看看连如来那个小和尚留下的东西，你们这些无畏究竟领悟了多少？此子竟敢如此称呼世尊，当真是胆大妄为，狂妄至极。既如此，请施主赐教。何以为佛？阿弥陀佛，佛道长远。佛陀曾言，凡有佛性者，遍尝人世生老病死爱离别，怨憎会，求不得，五阴炽盛之发苦。磨砺佛心，勤加修行，历经万千劫难，修持圆满，方可成佛。施主为何发笑？我笑你此番回答狗屁不通，大错特错。荒唐！此乃世尊亲传经义，为我佛门治理，传承1万载，岂会有错？我说错了，那便是错了。施主言重了，佛门治理岂容你如此轻慢？贫僧倒要请教，何错之有？佛门8苦，我请问尔等释教中人可近女色？自然，我佛门弟子4大皆空，6根清净，早已断绝尘缘，一心向佛，不近女色。既不近女色，那又如何尝遍8苦？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，五阴炽盛。这爱别离之苦，你等不曾拥有，又何谈别离之痛？我佛慈悲，法眼观遍3000世界，佛观世间一切，如观掌闻，世间所有疾苦，自然了然于胸。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施主，佛法精深，岂是可笑？你赡养过父母吗？你辛苦操持过一个家吗？你可曾肩扛锄头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只为求得一粒国命之粮？佛门不是生产，整日闭门诵经，全靠信徒香火供养。本座问你，你念的是什么经？诵的又是什么佛？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在人间走一走，便自诩体悟了个众生疾苦。人生8苦，你净念，除了一个生字，其余皆苦。你沾惯哪一样？方丈且看到了。施主，你这是何苦？方丈可觉得我痛？自然痛。你看到了，但你不知道我有多痛。这就如同你观世间疾苦，只见其形，不知其味。你所谓的感同身受，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
施主慧根无量，贫僧拜。净念方丈竟然败了，他的佛心乱了。这年轻人说的太对了，不能感同身受，便是自欺欺人。我悟了，我的道不该是枯坐。施主慧法无边，贫僧已无资格再阻拦，请。这老东西还活着，竟然是杜氏老秃驴！这万年老王八还没死。当年杜氏宣扬佛法，与玄黄界众人论佛理，无一人是其对手。此子恐怕要止步于此了。老和尚，你又要问什么？施主，你的心不静。心若死水，与顽石何异？我这不是心不静，我这是心动。心动则万物动，苦海变生。施主若能心静如水，则可超脱苦海。为何要超脱苦海？世人皆在苦海缠乱，为何不超脱？我在问你，为何要超脱？佛曰：心静则万物静。好一个心静则万物静！既然如此，将万佛舍利于我，我便心静。舍利不过是外物，施主已具大智慧，又何必拘泥于此物？真正的静源于内心，而非外求。说得好，说得好一个不过是外物。佛门常言四大皆空，既然这万佛舍利只是区区外物，给我又有何不可？不可！万佛舍利乃我佛门历代高僧毕生修为所化，是佛法之象征，佛门至宝，岂能轻易于你？虚伪！口口声声四大皆空，却连一件外物都舍不得；口口声声心静如水，却因一件至宝而心生波澜。有你在此坐禅100年，自诩为佛徒，我看不过是一叶障目，自欺欺人。施主，请。竟然是你！此子悟性绝佳，可惜，可惜呀！施主，这是何意？没什么，想起一些往事。说吧，这一关是我问你，还是你问我？施主，你观小僧坐在此处，可有何禅机？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施主此言虽妙，却失之偏颇。我佛普度众生，佛法无量。施主说的不对。为何不对？汝之本相为执念，佛法讲究空性，以己身为镜，映照众生，本身就是谬论。施主，佛法至高，你未参透。哦，那至高佛法又是什么？佛陀，
便是至高佛法。其他佛就不是佛吗？佛便是佛陀，我佛如来世间只此一尊，你非佛门之人，不懂其意。施主为何发笑？我笑着800年光阴流转，佛门非但没有长进，反而固步自封，笑你们修的竟只是小乘佛法。如来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小乘佛法，施主这是何意？佛法无边，何来大小之分？你这是在污蔑我佛。你既然不知，那我便来告诉你，何为大乘佛法。请施主赐教。佛无高低贵贱之分，佛便是佛，你是佛，我也是佛，天下众生皆是佛，三世十方有无数佛。而不是你口中那般，世间只有一尊如来佛，人人皆可成佛，此方为大乘佛法。你那小乘佛法早已将自己局限于一宗一派，还妄谈度化苍生，不过是井底之蛙的妄语罢了，妄语罢了。人人皆可成佛，众生皆是佛。这便是大乘佛法。佛法空性，见性即佛。小僧悟了，小僧悟了，我即是佛，佛即是我。阿弥陀佛。恭喜小和尚得见真我。善。施主虽非我佛门中人，然施主却有大慧根、大智慧。此番讲解，令小僧茅塞顿开，佛法得以升华。此恩，小僧没齿难忘。佛本是道，佛法无量，这只是我的一己之见罢了。不，施主此番点拨，对小僧而言便是再造之恩。小僧已明悟大乘佛法，此观已无异议。这万佛舍利，施主可取之。可算是打到你了。没想到佛门的无上至宝就这样被他取走了。此乃万佛舍利，受佛门历代高僧的佛性事业欲，得之便可窥见无上佛法，妙不可言呐！有生之年竟能亲眼看到有人闯过万佛塔，此生无憾了。秦叶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你居然还活着。秦叶，他是秦叶，传说中的那个人。好熟悉的名字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族最古曾记载过一位禁忌的神秘人物，就叫秦叶。居然是这位存在，他不是早就消失在岁月长河之中了吗？秦叶，你居然还活着！我就知道你还没死。多少年了，秦叶，
你又出现了！告诉我，成仙路是不是要开启了？没想到你这小沙弥看起来眉清目秀的，死了还要阴我一把。这些是传说中的禁地之主，太古神矿、神魔洞、太皇旧土，他们不是早已作画在岁月长河之中了吗？怎么会？是万佛舍利内的那声琴叶惊动了这些沉睡了无数纪元的老怪物。秦玉，很好，果然还活着。没想到再次出现，你竟然遮掩了自身气息。告诉我，成仙路是不是要开启了？吾等蛰伏数百万年，历经黑暗动乱，只为等待仙路开启。说，是不是成仙路要出世了？若不是如来的佛音泄露天机，吾恐怕还不知晓你的归来。秦叶，成仙路在何处？你想独吞成仙的机缘，我等沉睡至今，付出了何等代价？你想成仙，我等也要去。秦叶，你若敢私藏仙路，休怪我等联手将你神魂俱灭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哼，不错，今日你若不改说法，就算拼着道基崩毁，吾等也绝不会让你成功踏出那一步。你们这些老不死的，为了苟活，不惜发动黑暗动乱，斩杀众生，夺亿万生灵的生命精气来延续残命。哼，就你们也配与吾一同踏上成仙路？秦叶，吾等闭关百万岁月，沉睡于禁地深处，你真以为自己还是当年的无敌之资吗？少说废话，速速将成仙路的机缘交出来，否则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速速将成仙路机缘交出来！好恐怖的威压！仅仅是神念虚影，竟然就有如此威力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们这几个自斩一刀、苟延残喘的老东西，真是脸都不要了！靠着吸食众生精气活到今天，还有脸在这里叫嚣着要成仙？黄泉，你敢辱我？哼，黄泉之主，你倒是会选主子。八戒上的秦叶，他若踏上成仙路，自然会带上你这条好狗。我们与你不同，你可知为了等待成仙路开启，吾等付出了何等代价？斩去道果，沉沦黑暗，你懂什么？哼，代价？你们所谓的代价，就是发动黑暗动乱，让万域流血，众生凋零吗？真是可笑至极！秦叶，最后问你一次，成仙路带还是不带？你若不语，吾等就算拼着神魂俱灭，道基彻底崩毁，也要拉着你一同上路。你也休想踏入仙路半步。我走。此事谁若挡我，死！本来想着低调行事，以凡人之躯再走一世红尘，可惜天不遂人愿啊！既然暴露，那便要尽快将三清山的万古青莲拿到手。我们走。七叶前辈，晚辈王生，敢问前辈，
成仙路是否真的要在这一时开启了？前辈，晚辈乃盖世大帝后人，先祖遗训，若遇成仙路开，必当追随引路人。恳请前辈看在先祖薄面，待晚辈同踏仙路。晚辈东方小天，求前辈成全。请前辈慈悲，我等愿追随前辈，共探探仙路。今日已归，成仙路即将开启，沉睡的诸位还不醒来？前一夜出现了，他已夺得万佛舍利，下必是三清山。诸位，成仙就在眼前，是时候醒来了。秦叶啊，秦叶，你可知为了再见你一面，我等你当得好苦啊！秦叶，三清山。成仙路要开启了吗？此事我定要成仙。秦叶，你终于来了，可算是等到你了。如果不是旧土之主告知，真不知道你出事了。秦叶，吾等在此恭候多时了。别跟他废话，成仙路若是不带上我们，这三清山的万古青莲，你休想拿到！对，交出成仙路，否则今日你休想踏入三清山半步。要不要我出手？就凭他们也想拦得住我？哼，秦叶，休有狂妄！我等皆是沉睡百万年的至尊，你虽强，但面对我等联手，也绝无胜算。是吗？一群自斩修为、沉睡了100年的废物，也敢在我面前吟吟狂吠？狂妄！找死！想拦我，你们有这个本事？秦叶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依旧是这么傲。小伙人，多年不见，脾气还是这么暴躁。100万年前你坑了我，那笔账还没算，你可知我找你找得多苦？废话少说，成仙路带上我一个，
不可能。那就是没得谈了。风火斧，那是太阳真火，传闻中早已失传的太阳真火，怎么会在他手上？青莲妖火，那是我妖族无上神火。纵然你有诸多神火傍身又如何？但我神火也不是吃素的。秦业，这是我闭关100万年所创的无上地法，借我一招火怒神莲。区火莲，这都是我玩剩下。还有谁要拦我？又要举世皆敌了。秦业，交出石中剑，此物不是你能拥有的。还有不死神火，此等天地神物，岂是你能独占的？一并交出来！真是熟悉的感觉，已经忘了这究竟是第几次举世皆敌了。哼，神火至尊这个没用的东西！秦业，成仙路上不过多一人罢了，你为何就是不愿带上5等？你这条老泥鳅，没想到居然还活着。你这老不死的都能苟活至今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少废话，将开启成仙路的信物交出来！东西就在我手上，有本事你就自己来拿。给我死！当年我能把你打回原形，剥了你的龙皮，抽了你的龙筋，现在也能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这条老泥鳅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你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什么还这么强？其实强也是一种寂寞。秦业，你太无情了。太虚道友与你并无私仇，你何必下此杀手？成仙路注定是孤寂的，挡我者死，你也要出手拦我吗？我只想要一个进入成仙路的名额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给？我说了，你不配。寻夺仙路，纵死无悔，配不配？打过才知道。万里冰封术，小小的冰封之术也敢在我面前放光华？你到底会多少种神通？我也不知道，
我随手一击都是世人眼中的无上绝招。至于到底会多少种孙悟空，活了这么多年，我也记不清了。诸位，秦叶虽强，但他刚刚连番大战，必然有所消耗。吾等一拥而上，他绝不是对手。没错，一起上！斩了秦叶，夺取信物，共进成仙路。我要成仙！杀！成仙路上夺骸骨，多你们几个也不多。秦叶，你死定了！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快把仙物交出来！不让吾等进城仙路，哪怕是粉身碎骨，今日也要和你同归于尽！匹夫撼树，你们有资格与我同归于尽吗？死！这又是什么神通？为何我从未见过？想学啊你？我教你啊。不，我还未成仙，我不甘心啊！冰晶诞生了明智，少年走出冰川，进入人类宗门。他在宗门大比中横扫所有对手，夺得第一。他击败无数天骄，成为北原最耀眼的新星，众星捧月，意气风发。仙路本无情，经过太多生死，早已习惯了。老朋友，来都来了，何必藏头露尾？出来吧。秦叶，这么多年，你风采依旧啊。老朋友，好久不见，你跟我也不遑多让。记得上一次见面还是在8万年前的藏地陵外，那时候你身边还带着一个整天抱着柄破木剑、眼神倔强的少女。是啊，后来他悟透了剑道，成了世人口中的万剑大帝。何止是他，跟随在你身后的哪个不是威震一个时代的人物？有的成了大帝，有的甚至触摸到了仙的门槛，成了准仙帝，而你却始终神秘莫测。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我只是顺手教了一些微末伎俩罢了。他们都不是我的弟子。说吧，你这次来三清山，所谓何事？自180万年前，我们在太初古矿第一次相遇，我们一起闯过九死一生的神魔洞，也曾并肩回渡过境界的四海。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成仙。不错，只为成仙。所以你我之间终究也要兵戎相见。没办法，成仙路万古唯一，你我相识100万年，亦师亦友。我只是想在生命走到尽头前，真正见识一下你的全部实力。这一次，我希望你不要再留手。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？天道之下皆为蝼蚁，仙路只有一条。我若不争，纵然现在是大帝，受万灵朝拜，到头来终究也只是一捧黄土，消散在岁月长河里。我不甘心。我尊重你的选择。来吧，秦叶，让我看看，行走在岁月之上的你，究竟走到了哪一步？
如你所愿。青天旨。先帝旨。你不必留手，拿出你真正的实力。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本是秦岭神山的一株青莲，斩出神药本性，凝聚青莲道体，行走世间。80万年前踏入混沌边荒，领悟一道终极神通，名曰混沌青莲。我有一拳，名曰天地拳。不愧是你，秦叶。我纵然燃尽地仙，献祭所有，也依旧撼动不了你半分。停下吧，老朋友。你就不能让我走得有尊严一点吗？秦叶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以后再也不用见到你了。这朵混沌青莲生机已绝，枯萎之意已无法逆转，我必须让他体面地走完最后一程。若有缘，他日再聚。老秦，死而无憾，死而无憾啊！能死在你的天地拳下，我这80万年不亏。老秦，我这里还有不少仙丹妙药，你服下再说。不必了，我本元已碎，地魂将息，仙丹也救不回一个一心求死的人。我来找你，便是只求一死。可是我意已决，无需多说。秦叶，你可还记得180万年前你答应过我的一件事？秦叶，你说这世上真有永恒吗？若是我哪天厌倦了，死了，你能不能将我埋藏在我的本体诞生之地，这秦岭之中？哈哈哈，顺便在我的墓地周围种满一片桃林，我想看看我这株青莲死后能不能盼来一片桃花开。可以，记得，我怎能忘记？有些老怪物还活着，他们躲在时间的尽头，谋划着什么。成仙路上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小心啊！我先走一步了。老秦，我带你回家。10年了，老秦，我给你种下的桃花开了，你的承诺我完成了。可惜这么美的桃花你看不到了，也喝不到桃花酿。记得你当年说过，他年我若成青帝，暴雨桃花一初开。认识的老友一个个的凋零，有的反目成仇，
有的坠入魔道，成仙永生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大道之争历来如此，有人求死，就有人求生，不过是各自的道罢了。接下来的路会比三清山更难走，这一路注定尸山血海，九死一生。你还要跟我一起吗？我不怕，只要跟着你，去哪里我都不怕。即便是死，我也要死在你怀里。不要说这种丧气话，有我在，没人伤得了你。树叶的一生只是为了归根吗？花瓣也一样，我的尽头在何处？时间到了，我们该走了。去哪儿？不死山。不是要去不死山吗？怎么在这里停下来了？去不死山之前，得先填饱肚子，顺便看看一位许久不见的老朋友。这人谁呀？居然敢敲石天府的门！哼，哪来的土包子？不知道石天府的规矩吗？别白费力气了。这石天府1000年才开门一次，300年前刚一接过贵客，下次开门至少也是700年后。你现在敲门，里面根本不会有任何回应。就是，公主殿下说的对，吞天大帝何等人物，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赶紧走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你们进不去，但我可以。这股气息，错不了，是老师，是老师的气息。老师，您终于来了，弟子恭迎老师。我没看错吧？那是吞天大帝，不曾轻易露面的吞天大帝，竟然亲自开门，还称呼那个年轻人为老师。他到底是谁？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小胖子，多年不见，你也老了。老师，别看我胖，但是我能吃，我以后肯定能以食成道，正得大地。你都叫我老师了，这本吞噬地经给你了。老师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您还是风采依旧，如当初一样，岁月并未在您身上留下痕迹。不说这些了，你成帝的时候我在闭关，忘记恭喜你正道成帝，现在算是迟来的祝贺了。老师，您能来是对我最大的恭贺，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老师了。不说伤感话，我们共饮此杯。哈哈哈哈哈！此生还能与老师碰杯，死也无憾了。这些年您一直都在天城，那不死山可有什么异的？老师，您问这个做什么？不死山近些年确实有些奇怪。说着看。自3万年前开始，不死山周围经常有异象，黑雾弥漫，还有修士进去后就再也没出来过。不死山的守护者也越来越狂妄，都没将我放在眼里。看来小石头的后代膨胀了，是吗？我打算去不死山。什么？老师，您去不死山做什么？
现在那里很危险，去取回一样属于我的东西。老师，不死山已经与往日不同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小胖子，你忘了老师是谁了？老师的修为比当年更加深不可测了。老师，若是你在不死山发现变异，立即通知我，我带着吞天锅将那不死山给炒了。唉，你看你都这个年纪了，还这么冲动。我虽年迈，但热血未凉。不愧是我的学生。行了，你的心意老师知道了，你就在这天庸城好好养老就行。老师，我送你。我怕此次相见，下一次没有下一次了，可能没有再见的机会了。见惯了生离死别，但每一次再见都是令人伤感啊。回去吧。老师，再见了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哥哥姐姐，能给一口吃的吗？想吃什么自己去买。很好，秦叶这老不死的，没有认出我是谁。我一定要从你身上挖出不死的秘密。秦叶，刚才那个小乞丐似乎有些不对劲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金子？有时候钓鱼需要鱼饵。你看吧，他跟来了。大哥哥，等等我！大哥哥，我不要金子，我要吃的。嘿嘿嘿嘿。九幽，有必要藏头露尾吗？没想到还是被你认出来了。你那股死人气，想认不出也难。你，秦燕，我转世9次了，活了900万年，每次见你都是这副模样。告诉我，你是怎么不死的？我还以为你来抢成仙路的信物呢。成仙？哼，不也是为了长生不死？只要知道你的秘密，成不成仙无所谓。我说这么多年，总有人暗中偷窥我，原来是你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很讨厌这种感觉。我以9世之力封印你。蝼蚁。这就解决了，900万年的老怪物就这样死了。跳梁小丑而已。熟悉的气息，难不成是？突然想起一件事。什么事？100万年前，有个老朋友曾托付我一件事，让我将他的后代封印在圣石中，避开那场灾难。没想到居然在这儿。你要去切圣石？是的。我也要试试手气。等下，你给我选几块圣石。没问题。这位道友，看你面生，应该是新来的。这块其实不好。你看得这么认真，难不成真会寻元术？不是谁都可以切石的，小心打眼。找到了。我当年埋在地下这么深，居然被挖出来了。喂，这位客官，此乃深渊石，是我太古石坊花了大价钱买来的。你若要购买，只需100万元石，并且客官还能自选2块奇石当赠品。买了。唉，又一个冤种。这神元石在太古石坊不知多久了，都没人敢切。哼，也不怕亏本。你赌石可能会亏，
但我秦叶从来不会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好大的口气！即便是元天师也不敢说这句话。你当你是谁？是开创寻元术的寻宝天尊不成？寻宝天尊这个身份我好久不用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哼，狂妄！寻元祖师，岂是你能沾边的？滚！哼，好好好，本公子倒要看看你能切出什么玩意儿来。客官，这些圣石需不需要我来帮切啊？不用。这是乌茶道的种子。啊！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哼，你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。我不信第二块奇石还能出货，一定是垃圾。鼠目寸光。哇！恭喜客官切出真龙丹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！真龙丹，这小子串麻了！若是将真龙丹孵化，可宣养成坐骑啊！多少年了，天永城的圣石坊没出过此等宝物了。这不可能！在我手里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你这井底之蛙见识短浅，也敢质疑我的能力？就算你运气逆天又如何？这圣石坊乃是我轩辕家开的，你守得住这些宝物？小友，这真龙丹可是无价之宝，不如让给老夫，老夫愿出1000万元石。1000万？我出2000万，不卖。沉睡了100万年，该醒来了。当年老猴子历尽千辛万苦，去海外仙岛为你搞了这块五色神石，让我将你封印在这里面。秦兄，俺老孙这辈子没求过人，现在只求你一件事。说，此番血战，也不知何时才能结束。劳烦你将我的唯一血脉封印起来，让他避开这场劫难。好，谢了。老猴子，你这一去，只怕若一去不回，那便一去不回。老猴子，这个时代很好，你的圣皇子可以出世了。什么？这圣石内竟有活物！先天封印的神元，像极了妖族拥有火眼金睛的斗战圣元。啊！竟然是斗战圣元！若是将他降服，让我轩辕家掌握，将会拥有一尊凶兵。此事必须要通知家族长老。小猴子，可还认得我？走，我带你回斗战圣地。休走！此乃轩辕神朝的神令。只要你交出悟道茶种子、真龙蛋，还有这斗战圣元，就可离去。轩辕神朝，什么东西也敢挡我的路？何人在此喧哗？胆敢在天雍城撒野，找死不成！三位长老，我们终于来了，就是这个人，不仅切出了无价之宝，还敢公然辱骂我轩辕神朝。好大的胆子！
在天庸城境内，竟敢辱骂我轩辕神朝！速速将宝贝交出来，否则死路一条。死罪难逃，活罪难免。现在立刻跪下忏悔，或许还能留你全尸。好大的排场！你们轩辕家能够建立神朝，那是因为你们引以为傲的老祖给我擦过血。你找死！竟敢如此侮辱我神朝老祖！若不将你千刀万剐，不足以泄愤。我老祖何等存在？你这是造谣诽谤！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不信的话，你们回去问轩辕玉天。哼，老祖神威盖世，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既然你们见不到他，那就简单了。轩辕玉天，滚出来，给我擦血！是主人在召唤我。公子，老奴来迟了。那是轩辕神主！神主竟然跪下了！老祖，轩辕家的人被你教得很好啊，连我都敢拦，你自己处理吧。现在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神主，是轩辕飞召唤我们前来，说要抢夺那人的宝贝。大胆！都给我滚回神朝，家法伺候！老祖饶命！老祖饶命啊！小猴子，到家了，以后好好修炼。我会的。到了。何人擅闯不死山？放哪儿了呢？好久没用过了。那哈，原来藏在这儿。我来拿回放在这里的东西。不死神令。既然认识，还不带路？天皇老祖化道前曾言，持此神火令来者，必须将不死神火献上。可不死神火乃我山根基，若是给了他，我不死山日后如何在天地间立足？绝不能给。哈哈，你这神火令是假的，休想骗我！说什么？我说是假的，识相的，快滚出不死山！岁月更迭，人间沧桑。当年那个跟在我身后捡石头的小家伙，他的后代也变心了。我要拿回的东西，天上地下没人挡得住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欺骗不成，还想明抢？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不死禁地，识相的赶紧滚！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敢在守护者大人面前放肆！就凭你们两个，也想从我们手里拿走东西？做梦！秦叶，我来斩了他们！不用。可是，我想为你做点什么。他们会脏了你的手，我来对付就行了。轮回伞，你是黄泉之主，不过，即便是你又如何？我石兰镇守不死山万载，哪怕你头顶轮回伞，手托六道轮回，我一样无敌于世间。你说话的样子让我想起一位故人。哼，谁能与我并肩？他叫安天宗，
一位很久远的朋友，跟你一样，吹牛不打草稿。安天尊，太古纪元时代的9大天尊之一，你的朋友，哼，简直是吹牛吹上天了。胡言乱语！你若识时务，现在退去尚有生机；若敢再前进一步，我保证让你天翻地覆！像，太像了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他的转世。不过，你敢拦我的路，我明确的告诉你，你的死相会超乎你的想象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死？你能杀死我？不是我自傲。3招为限，斩不了你，我自绝。哼，秦叶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砍了他！黄泉之主，你不在黄泉秘境待着，跟着这个无名之辈闯我不死山，你敢过来，本座不介意将你留在不死山。你看他，我真的忍不住了。你知道反派死于什么吗？死于什么？死于话多。对付这种角色，我一巴掌不知道拍死多少个。哼，可笑！一掌拍死我，本座乃是准地强者，哪怕是与大帝一战也不惧。你这个站在女人身后的小白脸儿，在我面前装。你是真的很着急找死。这是传说中的上苍之手，他怎么会？他究竟是谁？老祖，救我！老祖，就算你把不死狮皇叫来，也要跪在我面前领死。掌下留人！小石，弟子叩见老师。你怎么弄成这样子？此事说来话长，老师，弟子后辈子孙不孝，请老师责罚。老师，您的不死神火，我一定会保管好的，即便是我死了，也会让后辈守护好。学生惭愧，都怪我没管教好他们。老祖，我是……岁月更迭，人心易变，这不怪你，我只取回我的东西。老师，我来为您带路。不死神火，成仙路最后一件信。秦叶，没想到你将不死之火藏在此地。600万年的等待，终于让我们找到了最后一件信。有了这不死神火，成仙路就能彻底开启。哼，秦叶，这次你插翅难飞。秦叶，这些老怪物来了。诸位，这里是不死山，你们太放肆了！半残的石皇也敢在我们面前逞威？你们这群废物，等你们很久了。哼，废物！吾等筹谋千百万年，只为此刻。秦叶，速速交出成仙路钥匙！哼，你不会以为你能挡得住我们吧？这事吾必须成仙，哪怕是粉身碎骨。
石皇，你还跟着起义，不如跟着我们共谋成仙大道。我石皇虽然是残缺，但也是禁地之主。尔等想要抢老师的机缘，我绝不会与尔等狼狈为奸。小石头，你老师，我那些后代已经让我颜面无光，没脸见您。这些老怪物让我来对付吧。好。石皇，现在还有回旋的余地，放着成仙的机缘不要，也要与吾等为敌。你这石皇一把年纪，活到狗身上了。你既然想死，那我们就成全你。只要我站在这里，尔等休想再进一步。石皇，你找死！来吧，让我看看你们这些年有什么长进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荒古大阵起！不死道法开天斩！秦爷，石皇撑不住了，我们要不要出手？再看看。想要我的命，你们还不够格！我本是山中顽石，幸得老师点化，开启灵智，从一个石人一步步的走到世界绝顶。纵死一战，也要与你们同归于尽！啊，不好！石皇在极尽升华，燃烧本源，想跟我们同归于尽。诸位，出手阻止他！小子报！荒古大阵，镇压！给我破！骸骨神剑斩！神魔印风！老师，我没有给你丢脸吧？没有，你一直都是我的骄傲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们不是想要踏进成仙路吗？让我看看你们有没有资格进。成仙路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成仙路，尽头就是仙界。吾毕生所求，就是长生不朽。今日终得所见，接引成仙的天门出现了。仙玉，我看到仙玉了，此生无憾，此生无憾呀！多少万年了，我等了多少万年了！秦业，滚开！休要阻止吾等成仙！想要踏入成仙路，你们不配。这扇天门需要大地高手前来献祭，方能叩开。你们正合适。什么？
献祭？秦业，你想斩了我们，用我们来献祭？哼，秦业，你是活得久，但不代表你是无敌的。秦业，成仙名额并非只有一个，你让我等过去又如何？不就是斩一位至尊来献祭吗？不要！救土之主，你要干什么？秦业，一个不够的话，我再杀一个。秦业，你看到我的诚意了吧？让我过去！真是精彩，没想到还能看到你们狗咬狗的场面。你说让你过去？不可能，就凭你们这群为了长生不择手段的渣子败类，也配成仙？也配成仙？秦业，你太猖狂了！诸位，成仙就在眼前，难道你们要后退吗？只凭他一人，拦不住我们所有人，跟他拼了！杀出一条新路来！物欲成仙，无人可挡！秦业，给我死！就算你们不过来，今日我也不会放过你们。在我飞升仙域之前，正好将你们这群盘踞世间、稀释生灵的废物一并清算。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？秦业，前辈，只要你让我成仙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奴仆，永生永世为你驱使。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秦业，让我成仙，我帮你杀了他们两个，用他们来献祭天门。为了成仙，你们当真不择手段。可惜，你们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秦业，你欺人太甚，我跟你拼了！两位道友，与我一同毁了这成仙路。我们就算不能成仙，你也别想成仙！杀！螳臂当车，不自量力。我不想死！成仙近在咫尺，我不甘心！成仙，我要成仙，我不想死啊！我长生不死的秘密，或许在仙域之中能够得到真正的答案。秦业，就算不能与你一起飞升成仙，但能看到你成仙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下次再见，我恐怕已经化作一座小小的山坟了。看着我干嘛？上来！啊，我吗？走，跟我一起成仙。不，成仙路艰难开启，只有一个成仙名额。你走，我为你护法。谁告诉你成仙的名额只有一个？我布局千万年，引导此界诞生诸多大帝，就是为了今日用他们的本源献祭天门，换取更多的名额。
我们走。此处升仙台已关闭，物可飞升。